起来！小黄，小黄，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对，没想到小主人你竟然突然能听懂我说话了。小主人，快逃吧，不要进我这祖母，她今晚要把你和你娘烧死在偏院。娘，你千万别睡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药，祖母人上一定会把药给我们的。你别去。好疼！年年，快躲起来！小黄，小黄，刚刚是你在跟我说话吗？对，没想到小主人你竟然突然能听懂我说话了。小主人，快逃吧，不要进我这祖母，她今晚要把你和你娘烧死在偏院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既然准备好了，今晚就动手吧。那楚燕芷，一个低贱的农妇，不过就是有点姿色，我儿怎么就看上她了？老夫人，您消消气，他们母子俩的好日子今晚就到头了，保证烧得连花都不剩。等我儿打仗回来，就能安心求娶公主了，这才配得上我们祁家的门第。怎么样？现在相信了吧？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信了，小黄，我现在去接我娘，你帮我找条小路，我要带我娘离开祁家，永远都不再回来。好，小主人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一定帮你们逃出去。娘，我们快走！祖母要放火烧我们，还说让爹爹打仗回来之后娶公主。年年，真的吗？娘她真的？真的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这一天，终究还是来了。年年，咱们走。这偌大的祁家，容不下我们娘俩。上家欺女，婆婆还是容不下我。娘，我们走，以后我替爹爹保护你。好，年年，以后咱们娘俩相依为命。娘，我们先找个郎中给你看病吧。娘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呀！年，娘没事。头好烫。小主人，我认识一位老郎中，就在京城外的小村子里，不如去找他吧。真的吗，小黄？那太好了。跟我来。到了，小主人，郎中就住在这儿。郎中伯伯，快开门！求您救救我娘！来了！郎中伯伯！啊，怎么这么烫？快进来！脉象沉细，寒气郁结，是重度风寒呢。郎中伯伯，求求你救救我娘吧！这救倒是能救，只不过我这还差2味药，紫苏和黄麻都是治风寒最好的良药，可这大冬天的根本没有草药可以采啊。年年，我知道哪里有草药，我明天带你过去。我能找到草药，伯伯告诉年年草药长什么样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你娘需要的草药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去采。今晚我先用别的药治你娘的风寒。孤儿寡母的也是可怜人啊。天亮了，娘，太好了，没那么烫了。娘，您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采草药给您治病。就在前面那片斜坡上，全是紫苏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太好了，小黄，多亏有你，我才能在冬天找到草药。紫苏够了，小黄。那你知道黄麻在哪里吗？抱歉，这个我是真不知道。在冬天能找到这一种草药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没有黄麻可怎么办？
我能带你们找到黄麻。老虎，年年，你快跑！不用担心，我不吃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能跟动物说话的人类。我没有恶意，只是想交个朋友。真的吗？走吧，我带你们去找黄麻。我相信你。年年不行啊，他可是老虎，太危险了。小黄，我必须采到黄麻，我娘还在等着我的药。老虎先生，我们走吧。那我也去，我陪着你，年年。哦，就在那儿了，你看看是不是黄麻？太好了，真的是黄麻，谢谢你，老虎先生。老虎先生，这是什么草啊？竟长在石缝里，好特别啊！竟然是铁皮石斛，这可是极为稀少的珍贵草药，你真是幸运。既然这么珍贵，那我就一起摘回去吧，说不定郎中伯伯能用上。这下草药就齐了，谢谢你们。要是没有你们，我肯定找不齐这些草药。小事一桩，吾乃此方天地的山神，深山四季皆有药材。看你至纯至善，救母心切，以后就准许你上神山采药。谢谢你啊，山神。吾乃此方天地的山神，以后就准许你上神山采药。谢谢你啊，山神。郎中伯伯，我回来了，紫苏和黄麻我都采到了。真的呀，年年可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能在冬天采到这2种药。娘，你醒了。你娘也是刚刚醒，你把草药给我，我给你娘煎药去。好。对了，郎中伯伯，我还采到了这个，你看有没有用？铁皮石斛有用，太有用了！这可是千金难寻的宝贝啊！对久病体虚、气血不足的人来说，是再好不过的补药。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能采到，有了它，你娘不仅能够把病治好，还能把亏损的身体给补回来呀！那太好了！娘，您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年年可真是娘的小福星。郎中在家吗？来了。郎中，我家小宝从前天开始发高热，然后身上起了好多的小红点儿，为什么都不吃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莫急，发热起疹也可能是普通风疹或热毒。我先给你抓2副清热退烧、透疹解毒的药回去。你先煎了给他服下，若是不见好，我再去看。好，谢谢郎中。郎中，药喂下去了，可我儿子还是烧得滚烫，一点用都没有，可咋办呢？若是普通风疹热毒，吃了这药应该能缓解些才对，怎么会没用呢？哎呀，不得了！隔壁淮城听说出了痘疹，好多人病倒了。是啊，发热起红疹，严重的还咳血呢。郎中伯伯，你说小弟弟得的不会是痘疹吧？痘疹？我儿子怎么可能得痘疹？你不要在这里说话，咒我儿子！小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，听小弟弟的症状特别像痘疹初期。你这么小的年纪，竟然看过医书？不过，你说的这个症状确实说的有些道理。大嫂，你孩子的症状和痘疹初期确实很相似，不得不防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可要救救我家孩子呀！别急，痘疹用药和风疹用药截然不同。这里面有紫草、大青叶，这是专治痘疹的良药，拿回去给病人服下去，看看效果。好，谢谢郎中，这药要是真的管用，我再来谢你们。年年，没有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这样机敏，幸亏你提醒了我呀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小弟弟没事最好。如果真的是痘疹，那就麻烦了。郎中，小恩人，神了，真神了！昨天你们后来给我加的那副药，回去我喂了孩子，今天早上起了好多了，连身上的红疹也没有新发的了。看来你家孩子得的确实是痘疹啊！小恩人，昨天大婶太急了，错怪你了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小宝
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呀！不用，小弟弟没事就好。大嫂，孩子见好是大幸，但切不可松懈。痘疹传染速度极强，昨天开的药，全家人都要喝。好，我一定照做。来，回去了。唉，郎中伯伯怎么了？痘疹出现绝非是小事，痘疹传播速度极强，对草药的消耗极大。可这样的天气，去哪儿能找到那么多的草药？郎中伯伯，我们上山采药吧，我知道哪里有草药。也好，上次你能够采到草药，这次一定也可以。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好，交给我吧。娘需要的草药我一定也会采回来的。年年真是长大了，是个能依靠的小男子汉了。娘，您在家好好休息，不要再出来着凉了。知道了，真是越来越像个小大人了。郎中伯伯说的紫草和牛蒡子，我找了半天没找到。小黄，你知道这2味药在哪吗？没见过。难不成还要去问老虎先生？但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。牛蒡子我知道呀，不过要2个胡萝卜块。胡萝卜块草药，那太值了。小兔子，你快带我去吧。那你们跟我来吧。就是这里啦，这些开着淡紫色小花里的黑色果实，就是牛蒡子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山药，又苦又涩，不好吃，你可不要挖它。这里还有山药，刚好挖回去给娘吃。原来你需要这个，我家附近很多，我倒是可以带你挖，不过需要萝卜罐才行。好啊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家就有，跟我来拿吧。小兔子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拿萝卜。就剩2根了，以后得多买点给小兔子备上。味道不错，我叫白蓉蓉，家就在板蓝根的附近。下次你要来找我，就带着红萝卜来吧。回来的还挺早啊。哎，这么多牛蒡子，收获真不小啊。是呀，郎中伯伯，还挖到了3根山药。这3根山药个顶个的好，个个都是佳品呐。郎中伯伯，这山药值不少钱吧？这山药拿到镇上的药铺，一个能卖900元，3个可卖不少钱，够一家人的生活费了。年年这么厉害啊！这孩子可厉害了，不仅采药又快又准，还能挖到铁皮石斛和这么好的山药，真是又有福气又有本事啊！娘，山药给你吃，补补身体。年年有孝心是好的，但是你娘已经吃了铁皮石斛，吃山药就多余了，把这个山药卖了，然后换一些银两放到身上傍身也行。小兔子说他附近还有很多山药，以后我就拿胡萝卜跟他换就行了。好啊，等攒够钱了，给娘买大房子住。你这孩子，哎，痘疹来了，看来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了。郎中伯伯，既然确定是痘疹，不如把草药配成专治痘疹的草药包，按包卖给村民，大家用的也都方便。也好，年年，你太机灵了，这个办法确实好啊。那就按你的想法来，我现在就准备油纸和草绳，把草药分装。我也来帮你。郎中伯伯，一共50包，你看够吗？足够了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去拿到村口卖，一包就定价30文，赚到的钱咱们俩对半分。专治痘疹草药包，30文一包，30文一包，现摘草药，药到病除。郎中，你看看我这胳膊上的小红点儿，是痘疹吗？我家老头昨天晚上开始发热，身上也长了小红点，会不会也是痘疹？大家不用担心，现在只是痘疹初期，只要用药及时，就没有关系的。给我来2包。好嘞，我先来1包。好。
这药包里有紫草、大青叶、牛蒡子等药材，只要给病人喝下，药到病除。哎，大家尽管放心，这药可灵了。我家小宝就是吃了这个药，烧当天晚上就退了，红疹也不扩散了，现在都快好了。还有，多亏这个小恩人呀，提醒我孩子可能得的是痘疹，药给的及时，不然我家小宝就没治了。我以为是郎中发现的，原来是这个小孩子。这都是年年的功劳啊，是年年发现的及时啊。这么厉害呀，小兄弟！这个痘疹若是拖到后期，有药也难治了。幸好有你在啊！还有这个药包，也是年年帮忙采摘的，大家才能够及时拿到手里啊。小兄弟，太厉害了！你真是我们村的小福星啊！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大家没事最重要嘛。不行，来，给我来2包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好，我也来1包，早些预防。大叔的药您收好。看来这明天要多准备一点了。我会帮忙的。喝了药之后啊，身上的红疹都不痒了。再给我来2包。好。我家老头呀，今天早上就不再发热了，也再给我来1包。好，药足够，大家排好队。哎呀，今天卖的也很快。今天竟然还有剩，看来我们快战胜痘疹了。我们已经战胜痘疹了。那剩下的草药怎么办呀？留1个月，如果再也没有人买的话，就把它丢掉吧。唉，感觉好浪费啊。这个药啊，只能保留1个月，1个月之后药效就不好了。这个药怎么能够卖给病人呢？这个小小的村子竟然还有治痘疹的药，西城的早就卖空了。可不是嘛，那些当官的大老爷花10斤都没买到呢。唉，也不知道这次又得死多少人。郎中伯伯，我们去京城卖药吧。为什么要想着去京城卖药呢？你看我们药效这么好，况且京城人那么多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。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感觉这个病啊是从京城传出来的，那里对药的需求肯定不小。那我们明天就去吧。好，再带上你的山药，京城大人物可不少，说不定咱们能卖个好价钱。但希望不要遇到祈福的人。让你们买个药都买不到，要你们何用？说出去都丢我祁家的人。老夫人，这大冬天的，京城里实在是没有卖治痘疹的药了。老夫人息怒啊！奴婢听说京城外有个小村子，里面好像有卖这种治痘疹药的，而且那边村子里面好像没有1个人得过这种病的。有这等事儿？是，听说那个村子里面有一个郎中带着一个小孩在那里卖药包，药效极好的。还不赶快去买？是想等着我也染上这该死的病吗？是，这就去。东院那个染了病的杂役处理掉。是。尸体连同他用过的东西一把火烧干净。是，老夫人。等等，跟他接触过所有杂役一个不留。等这阵病过了，府里再招聘新人，手脚利落点，别留画饼。是，老夫人，奴婢这就去办，奴婢一定处理得干干净净。阿弥陀佛。郎中伯伯，你看那边有好多人在咳嗽，还捂着脸。看来这京城的痘疹已经发展到中后期了，咱们找个空地赶紧摆好摊子。卖草药喽！专治痘疹的草药包，50文1包，家里有病人的赶紧过来看呐！老郎中，你这药包管用吗？现在镇上号称能治痘疹的方子可多了，别是糊弄人的吧？小兄弟，我这个草药疗效一用便知，我这个可是上等的1等1的好药材啊！叔叔，我们是从冈山村来的，
前阵子也有人得痘疹，就是吃这个药包好的。现在村里已经没有人得痘疹了。岗山村，竟是那个靠着草药防住了痘疹的村子，竟不是谣传？对，就是我们村，这药方真有用。我也听说了，是就这个药包吧？给我来2包。郎中小兄弟啊，给我拿2包，我跑遍了药铺，不是没货就是天价，孩子都等不起了呀。给我3包。我要3包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这药全都卖完了。连钱都来不及找，有些人放了钱，拿着药包就跑，生怕买不到一样。在这里1天卖的钱，比在村里3天赚的还多。我当是谁呢？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原来是李光啊！嗨，李光呀，李光，我说你脑子是真不灵光。这牛棒子都120万，你这草药里面牛棒子、紫草、大青叶3个捆起来，也才卖50文钱。哎呀，你可真是不会做生意，白瞎这么好的药材。药是用来救命的，不是用来吸血的。你把药价抬得那么高，那不是要老百姓往死路上逼吗？这药本来就这么多，本来就应该价高者得，连药都吃不起，本就是活不起，不如趁早死了算。你呀，就是太死吧，赚点钱把自己的打通，也不至于现在只是一个光脚医生，得不到上面赏识，你一辈子都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你还真是这么一直无耻！哎嘿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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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爷，对不住，这牛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突然发了疯，疼死我了！我这老腰都被你们撞到了，你说怎么赔吧？活该！撞的就是你这个黑心肝的，把放了大半年的发霉紫叶冒充新药高价卖，我这一头牛都看不下去了。牛大哥，你真的知道他们的烂药都藏在哪儿吗？就在他店铺后面的地窖里，都卖好几天了，坑了不少人。谢谢你，牛大哥。老爷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都说这牛脾气，发起疯来我也拦不住啊。这还赖上我了，反了，我要报官。王掌柜，我看该报官的是你，你用烂药冒充好药，坑害百姓。我现在就去报官，把你这个坏人抓进大牢。你这个混小子，你胡说八道！你就是看我生意好，故意污蔑造谣。谁造谣？你要是心里没鬼，就让我们去你店铺的后院里查查。查？凭什么查我店铺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讹我。哎呦，是哪个不长眼的呀？撞着我了！妈刚才受惊了，有没有受伤？原来是太守大人的爱马。无妨，我这腰啊都被你的马给撞好了。没有受伤便好。本官刚才听有人举报说你王家店铺以次充好，哄抬药价，可有此事？没有，都是这小孩胡说的。没有瞎说，就在你药铺的地窖里。你方才还说我们没资格查呢。哦，那本官有资格吗？大人，您冤枉呀！都是这小孩胡编乱造。冤枉？本官昨日差小厮去你店铺中买了3两紫叶，今早服用后便腹泻不止。你说你的药没有问题？药都是良性的，吃了拉肚子是有可能的，我的药绝没问题。王掌柜，你口声说没有问题，那可否让本官带人去你部后院的地窖里查上一查？地窖里都是些药材，没什么可查的。王掌柜心虚了。没有，太守大人要查，那小人带路便是。那便走吧。哎呀，走，我们也去看看去。太守大人，没有找到紫叶。小的这边也没有。太守大人，近期痘疹盛行，板蓝根早就卖断货了。是呀，大人，改日我们进货了，再请您过来查验。哼，等下次再来，他们肯定早就把发霉的板蓝根换成好的了。有了，
小耗子，你知道发霉的板蓝根放在哪儿了吗？当然知道，就放在前庭药柜下面，还什么卖完了，净说瞎话。谢谢你，小耗子。太守大人，他们撒谎，板蓝根根本没有卖完，被王掌柜妻子藏到药柜下面了。哦，可有此事？去前庭药柜下查一下。前庭药柜下面都是些杂货，没什么好查的，没什么好查的。怎么了？这是心虚了吗？没有。禀太守大人，找到了，这一带全是发霉腐烂的。王掌柜，王夫人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太守大人，冤枉！这药材是前段时间地窖漏水，湿气太重才发霉的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清出去，绝对不是我故意卖烂药材呀！对，大人明察，地窖漏水了，我们也赔了很多呀！还敢撒谎！地窖漏水只淹了板蓝根是吗？这分明是以次充好，欺骗百姓！不必多言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，带回府衙，到牢里慢慢解释吧。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求感恩呐！我们冤枉了，大人，冤枉呐！走，快走！这就是丫鬟好啊！抓得好，2个发人命财的畜生！就是，这王家要不早该查查。你这孩子倒是机灵，小年纪有勇有谋。太守大人过奖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立功了。对了，你们卖的药包还有吗？我也想多买点儿。回太守大人，我们的药一早就卖完了。咦，你这山药从哪儿得的？一看就是上品，可卖否？这山药是我们从后山挖的，本来打算今天卖掉的，还没来得及卖呢。这山药啊，确实好。这样吧，这3根啊，我都买了，给你6两银子，怎么样？好，谢谢太守大人。来，谢谢太守大人。不多，这么好的山药值这个价。以后啊，你要再有这么好的山药，都送给我，我全部都买。好啊，我以后挖到好山药，一定先给您送去。对了，你们卖的那个治痘疹的药包，明日出摊吗？会的，太守大人，我们这2天都来京城卖。好的，那明天我安排小厮前去多买一些。太守大人，你也别买太多，给百姓们留一些呀。好小子，这才是为百姓的好医生啊！比京城那些坐地起价、只顾敛财的大药铺商人强100倍。都是本分，都是本分。唉，本分，如今能做到的却不多。这样吧，今日你们也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谢太守大人。谢太守大人。走了。卖萝卜喽！新鲜的大萝卜，来看一看。既然太守大人需要山药，不如买些萝卜跟小兔子换些。老板，这萝卜我全要了，麻烦您帮我装到竹筐里来。哎，好。来。哎，年年，你要这么多萝卜干什么？我要拿来送朋友。哎呀，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孩子了，送礼物竟然送萝卜。走了，回家。好，慢走啊。哎呦，年年、李郎中，你们可回来了。大嫂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下午村口来了个人，穿着啊，那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，还坐马车呢。他们指名道姓的说要找你们，说是要买药。找我们买药？对呀，那个人说自己是从祁府来的，专门来买治痘疹的药包。哎呦，那口气大的哟，说钱不是问题，只要药好，300两银子都出得起。祁府，该不会是那个定北祁老将军的府上吧？哎呦，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家。大娘，那您是怎么跟他说的？
我就照实说的呀，我就说你们去京城卖药了，然后那个人也没有问其他的，就走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娘，谢谢您。哎呦，这算什么事儿？谢什么？我就是在这碰上你们，跟你们说一声。好，行了，没啥事儿，我回家做饭了。年年，我记得你应该姓祁，对不对？那刚才那大嫂说的祁府和你有关系吧？郎中伯伯，你能不能替我保密？等我娘病好了，我们就一起搬出去。我一定会替你保密的，何况你帮了我那么多忙。我这个房子你想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。好，谢谢伯伯。走吧，啊！别过了！快！别过了！年年，郎中，别动，别过了！不要，年年，年年，老虎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呀，小不点儿。年年，你在跟他说话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娘，伯伯，你们别怕，老虎先生是我的朋友，不会伤害我们的。朋友，年年，那可是老虎。是真的，娘。那天我在祖母门口摔了一跤，就突然能听懂动物们说话了，所以我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竟然有此事！年年，今天来找你也是给你介绍新朋友的。新朋友？小子，看这边。新朋友就是老夫。老鹰先生，你好啊，我叫祁年。还真有能听懂我们说话的人类小鬼，老夫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见。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，老鹰先生。有趣，既然有缘，便送你个小礼物。这种子叫玉米，是我从很远的大陆那边带回来的，好结果，吃着香，产量高。你把它种出来，不愁卖不上钱。谢谢你，老鹰先生，我一定会把它给好好种出来的。好好种，我还会再来看的。老虎，走了。我也会常来看你的，年年，你没事吧？原来真的有能跟动物对话的能力。年年，你这个本事太了不得了。年年，刚才那老鹰给了你什么呀？说是一种叫玉米的种子，好结果，吃着香，产量高，让我们试种一下。竟然有这种作物。那如老鹰所说，那几粒种子就能改变我们整个小村子了。那咱们明年就试一试。娘，现在就能种，不过得种在后山脚下，不然会冻死的，山神会保佑它的。好，听我们年年的，年年本事大。对了，我还要去找一下兔子朋友，把萝卜给他。行。我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多萝卜？好，去吧。去吧。白蓉蓉，我来了，我给你带了好多萝卜呢。年年，我在这儿。哇塞，这么多萝卜都是给我的吗？对，全都是新鲜的大萝卜，特意给你买的。哇，好甜啊，比上次的还要好吃。谢谢你的胡萝卜，我现在带你去挖山药，有好大一片呢。那太好了，走吧，跟我来。那就是这里了，这下面就是山药。真的是山药，太好了！那我就开始挖了。哎呀，这么多，能卖好多钱。这东西山里的小动物都不乐意吃，你们人类可真奇怪，还要花钱买。若是你以后再找到山药，就来告诉我，我以后还拿胡萝卜跟你换。好呀，一言为定。
明天太守的小厮来买药，那把这些山药也带过去吧，应该能卖上不错的价钱。李郎中，小兄弟，太守大人让我来买药，还要多买几包。药包都准备好了，在这儿呢。限购6包，那就给我来上6包。好的，给您6包。哎，对了，这些是昨天刚挖的，你问问太守的人还要山药吗？山药这么多，品相还这么好，都是你们挖的吗？先给我来上2根，我带回去给太守大人瞧瞧。好的，谢谢你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山药的事明天再说。快！还有多少药？我全部要了。啊，这位客人，每个人限购6包。100两够不够？全部给我。哎，这个不是钱不钱的事儿，这个药是拿来救命的，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用到这个药，所以说按规矩，每个人只能购买6包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祁府的人，府里的大人物出了事儿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刚才太守大人家的小厮来买，也只买了6包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小屁孩，拖什么嘴？咦，你这小孩大白天裹着脸干什么？这京城这个痘疹传染的厉害，这个小孩怕传染，裹上这布安全一些。小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肯定是瞧我眼熟，绝对不能说实话。我叫楚年。楚年？啊，李楚年，他是我的小孙子，小名叫楚年。小孩，等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再出来卖药。行吧行吧，6包就6包，赶紧拿来，最好你们明天还在这里摆摊儿。明天还会来的。你没事吧，年年？不，我没事。那你明天还来不来啊？来，药得卖，山药也得卖。年年不怕他们。好。你们是来买药的吗？今天的药包刚摆好。李郎中，小先生，别摆摊了，圣上要召见你们。啊，圣上？圣上要召见我们？正是，我家大人昨日将2位的药呈给了圣上，圣上对2位十分感兴趣，特命我等即刻接2位入宫觐见。马车已备好，2位请快随我来吧。好，让我们收拾一下东西啊！我来。草民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赐座。坐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昨日太守呈上的药包，朕看了，配伍得当，药材新鲜，还分装成包。此法是谁想出来的？回禀皇上，
是自家孙儿的想法，他觉得村民使用这个药非常麻烦，他就想到了此法。哦，小小年纪，思虑如此周全巧妙，甚好。这药包不仅治了病，还给朕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不知为陛下解决了什么大难题？因为你们的药包，京城的药商把药价降低了3倍，朕正头疼，不知要怎么处置他们，你们却为朕出了一份大力。圣上，我们就是听说京城的药都卖空了，就想着把村里多余的药拿来卖，没想那么多。药怎么会卖空呢？都是那些药商把药囤起来，转身卖出高价，根本不在乎平民的死活。他们背后都是些名门贵族，你们2人尽一己之力，撬动了整个僵局，也救了朕的百姓，功劳不小，赏银1000两。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皇上。赏银是你们应得的，不过朕今日召你们来是有另事相商。京城药市之乱，朕想开一个官办的药铺，平价售药，以正市场，惠泽万民。药铺筹备和经营就交由你2位来负责。陛下，草民不过是一介村野郎中，知识浅薄，何德何能够担此重任？只怕李光不必过谦，你的本事朕知道。你曾经师出太医院，这个本领还是有的。父皇，抛开李光不说，这一个小孩又怎么能胜任呢？好疼，我被蛇咬了啊，好疼！瑞丰今日怎么如此狂躁？陛下恕罪，奴才这就把他带走。且慢，别过去。他狂叫是疼的，他被蛇咬了，现在不能贸然靠近，可能会被蛇袭击。蛇？御花园里何来的蛇呀？陛下请看，他后腿不敢用力，还对着草丛一直狂叫，肯定是被蛇咬了。有道理。蛇怕雄黄，取雄黄粉来，在周围的草丛石缝里撒满雄黄粉，就能把蛇给逼出来。快去取雄黄粉。还真被一个小孩说对了，小小年纪却如此细致。陛下，这狗后腿的牙痕不太像是有毒的样子，清洗干净，上一些消炎止血的药，静养几日就好了。好，心思机敏，观察入微，处置得当。小小年纪有这番胆识和智慧，并不输给朝中那些大人呢。玉瑶，你可看见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可莫要小看小孩子呀。是，父皇，儿臣受教了。官办药铺之事，朕意已决，药铺命名为广济堂，筹备与经营之事就交由你们2位吧。你们放心，钱由朕出，太医院也会全力协助你们。至于京城的药商，有朕在身后，他们
也不敢多为难你们。虽然可能以后会遭到刁难，但背靠圣上，祁家人以后就算发现了我和娘，也不敢再动我们了吧？草民遵旨，定不负皇上重托。好，好，好，有你们这句话，朕就放心了。尝尝御膳房的手艺，你们也累了。谢陛下。小弟弟，你是李郎中的孙子？回公主殿下，我叫李楚年。李楚年，可我看你这样貌，并不与李郎中相似啊。玉瑶，不得无礼。公主慧眼，年年的长相确实随母亲多一些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唐突了。罢了，你们回去着手准备吧。1个月后，我要在京城看到第1家广济堂。草民遵旨。今日我们广济堂开业大吉，不求金玉满堂，只求悬壶济世啊！请大家进店选购。黄连8文，防风15文，这还真是便宜啊！治疗痘疹的药包1包50文，若家中有痘疹的患者，可直接购买草药包。我要药包，给我1包。郎中，给我来一副治拉肚子的药。大家不要挤，排好队，药很充足，一个个来。钱老板，你看看，这广济堂一开，把咱们的活路都给断了呀！哎，我这也是一上午连一个抓药的都没有。老钱，就这么认了？2个乡巴佬而已，要不然找人给他立立规矩。哎呦，我的赵老板，你疯了！给他立规矩，知不知道他背后站着的是谁？谁？一个村夫带个小孩而已，还有谁？你糊涂吧？是那位。哦，你没看见街道上有衙役在巡逻？哪个铺子有这待遇？这难道是圣意所属？千真万确。要我说呀，现在赶紧低价清库存，把药卖给广济堂，拿回本钱，看看能不能做点其他营生吧。对。哎，以后这京城的药市不是咱这小鱼小虾能掺和的喽。对呀。李郎中，李小友，开业大吉，生意兴隆啊！太守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太守大人光临，蓬荜生辉啊！一点薄礼，恭祝广济堂开业啊！多谢太守大人。今日来是为了带我2位朋友前来店里购买山药，不知店内是否有存货呀？山药有，我现在就去给您拿。太守大人，您看这些行吗？哦，果然是好山药啊！如此品相，在市场上可不多见啊。小伙计，这个多少钱？我们都要了，价格你定。
既然是大人的朋友，那就按之前大人的价格来算，2两银子一根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这是20两，买10根。谢谢大人关照。给我也来10根。这是20两，买10根。谢谢大人关照。给我也来10根。小友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我送送各位大人。哎呦，还活着？怎么还活着？哎呦，老夫人，快去告诉老夫人！小主人，祁府的人来了，看到你的脸了。我知道了，小黄，辛苦你帮我盯着他们。嘿嘿，小事一桩。与其一直躲着藏着，不如趁早把事情了结了。什么？那个小杂种居然没死！我就说那场火蹊跷，怎么可能连一具焦尸、一块骨头都没找到？这就是你给我保证的万无一失？那2个贱人竟然逃了，还让他们在天子脚下开启了药铺，风光起来了。老夫人息怒，老夫人息怒呀！都是奴婢办事不力，奴婢该死。老夫人，求你给奴婢一次机会，奴婢一定去杀了他们。废物！你可知道广济堂背后站着的是谁？是圣上，是皇上亲自下旨让他们开的。你想害死我吗？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他们得了圣眷，我们现在动手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奴婢不敢，老夫人。罢了，现在硬来是行不通了。算那2个贱人命大。渊儿，快回来了，不能让渊儿知道他们还活着。去给我找到楚烟芷那个贱人，想办法让他签下和离书，逼他离开祁家，与渊儿再无瓜葛。是老夫人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哎呦，快走！渊儿的妻子必须是公主，必须是公主。是祁年吗？老夫人有事相告，还请移步。不去，万一我跟你走了，你把我杀了怎么办？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。行，老夫人念在旧情，肯给你娘楚燕芷一条体面的出路。这是一份和离书，你娘只要签了它，宣布和祁小将军从此恩断义绝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，老夫人就不再追究你们私自出府败坏门风的责任了。签和离书？没错，签了它，你们母子便与祁府再无瓜葛，老夫人还会赏赐你们一笔银子，足够你们娘俩在这京城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和离就让你个下人来传话？我娘难道就跟你个下人签和离书？想让我娘签和离书，至少得让老夫人来亲自出面吧。把她是如何亏待我娘，如何逼得我们母子葬身火海，一桩桩一件件都跟我娘说清楚。放肆！
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让老夫人给你们道歉？老夫人肯给你们一条生路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圣上，收到，请他老人家来评评理了。你敢威胁老夫人？他都敢杀血亲，我为什么不敢呀？况且不是威胁，是讲道理。合理可以，但必须堂堂正正的，该有的交代，媳妇一样不能少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子，你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转达给老夫人。哼！年年，你好厉害，居然把那个坏女人骂走了。这坏女人坏死了，这齐府还说要除掉你们呢。对，我也听到了。年年，齐府的都不是好人，你可要小心。我没事，谢谢你们。小黄啾啾喳喳，还要继续麻烦你们了，帮我盯紧齐府的人，特别是老夫人和她身边的人。有什么消息你们要立刻来告诉我哦。包在我身上，我一定把齐府盯得死死的，保证什么消息都逃不过我们的耳朵。好，谢谢你们，下次还请你们吃好吃的哦。年年，小黄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没事儿，走吧。年年，李郎中忙着呢，快来。娘，你怎么来啦？这玉米长成了，带来给你们尝尝，也让大家伙品鉴品鉴。这个是生的，这个呢是熟的，都可以吃，你尝尝。真好吃，又香又甜，真好吃。和我们平常吃的素米、熟米根本不一样。这是什么好东西？玉米，伯伯尝尝。口感饱满，自带香甜。看来这个老鹰给的种子还真是好东西啊！来，都别忙活了，快，大家伙都来尝尝这个东西啊，叫玉米，都来尝尝味道怎么样？真不错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。小娘子，你这东西怎么种的？麻烦不？挺软和的，甜丝丝的，家里的老人也能咬得动，真是个好东西。娘，这东西好种吗？不麻烦吧？好种，比咱们种那些蔬菜啊麻烦不到哪儿去。而且啊，我之前还在发愁这个玉米种子的问题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有一次啊，突然这个种子掉地上了，结果没几天，它居然发芽了，长出了新的玉米苗子。此话当真？这个玉米本身就是种子？千真万确。而且啊，我已经把这玉米分给了村里的几户人家，让他们试种，估摸着再过个2-3个月，就可以收获一批新的玉米了。娘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玉米可以自己留种，年年种，年年收。对，而且啊，它不挑地，还长得快。我看呀，比咱们种的大多数粮食都强了不少呢。了不得呀，这可真是了不得呀！这个，若真如燕直所说，玉米一旦推广开来，一定成为粮食市场的新宠，说不定也能够解决这个饥荒问题啊！自己就能留种，那以后岂不是买一次就不用再买了？这可听着是桩好生意啊！小娘子，你看能不能卖我一根生玉米，我出10文钱。10文？楚娘子，小公子，老夫人醉香楼天字号雅间有请，请楚娘子、小公子前往一叙。好，
有些事情也是时候说清楚了。走吧，走吧。来啦，坐吧。今天的席面是醉香楼的招牌，你若不入齐家的门，估计这辈子也见不着，最后再沾沾齐家的光吧。我和娘虽然没有见过这些珍馐美味，但却见过放火烧的祖母。哼！楚燕芷啊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，目无尊长，牙尖嘴利，毫无教养。老夫人息怒，妾身愚钝，只教会了年年施恩图报、明辨是非，未曾教过他如何面慈心狠，更不能培养出他对自己的家人放火灭口的能力。你好，我不与你们做口舌之争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来做个了断的。今日叫你们来，是来做个了断的。签了他，从此以后，你楚燕芷与我儿祁渊各不相干。我再给你们100两银子，足够你们安稳的生活了。签了，拿了钱，永远别再出现在祁家人面前。银两我们不许。200两。你说什么？我说200两，有钱不要是王八。你也不想您做的那些事传到圣上耳边吧？小畜生，竟敢威胁我！祖母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回广济堂照顾病人呢。200两到底行不行啊？行，给你。拿了你的卖身钱，滚！从今往后，办好你的李楚年。若是让我再知道你们在外面胡言乱语，祖母放心，我们和祁府从此陌路。年年，我们走。贱人，贱种！终有一天。哟，何事让祁老夫人如此动怒？老身叩见公主殿下，一些家事污了公主的眼，老夫人不必多礼，也无需解释。没想到老夫人如此心善。可老夫人善良遇见贱骨头，只会让他们蹬鼻子上脸。那依公主的意思是，老夫人不，娘，不如让我助你除掉那2个贱人如何？
祁安，你只能是我的，任何挡路的人都该被清理干净。娘，这院子呀，离我们广济堂就只有2条街，还有4间房，院子也很大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娘当然喜欢。年年，这院子可真好，娘从来没想过，咱们2个还能有这样好的住处。也给小黄弄了个窝，木头做的可结实了。谢谢年年，年年真好。谢谢年年，年年真好。哦，对了，娘，今天我让郎中伯伯帮你买了3亩地，这是地契，您拿着，可以在那里种玉米，如果累了就可以雇2个人帮忙种。年年，年年，我的年年真的长大了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了。娘真高兴，真为你感到骄傲。娘，我们和祖母签了和离书，但您也不能对祁家放松警惕。我总觉得祖母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明白，他那人心思歹毒，睚眦必报，估计得等到你爹娶了公主才会放过我们。娘，您别太担心，我让小黄和小麻雀监视着他们，有什么消息他们会及时告诉我们的。这么厉害啊！行，娘听你的。谢谢你啊，小黄。从今以后，咱们娘俩呀，靠自己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。娘，咱们一定会过得好好的。赵老板，这日子到了，欠的300多两银子连本带利该还了。几位爷，几位爷行行好，行行好，再宽限我几天。您瞧瞧我这铺子，这货都烂在这儿了，就是没人买啊。你少废话，上次都说宽限，这都第几次了？今天不拿钱，就拿这破铺子抵债。哼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囤了那么多药，花了那么多本钱，好不容易盼来一场痘疹这场大病，结果都怪这该死的广济堂啊，把我的药都砸在手里了。我也想还的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你们把我打死，我也变不出来钱呀。呸！妈的啊！给我这哭穷的是不是？打一顿就有钱了。妈的，谁打的老子？谁呀？敢打我大哥，跟他们拼了！你们给我等着啊！你等着！你们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你只要知道，我跟你一样是痛恨广济堂的人。哼，赵老板，你想让广济堂消失吗？想，我当然想啊。可是咱平民百姓怎么能跟天家斗啊？这小人方才不知大人身份，多有得罪，大人有何吩咐，小人一定照办。机会只有一次，一定要办得干净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啊。大人放心，小人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，绝不会连累大人。哎呀，糟了！完了，这冤枉
这运往广济堂的货全撒了，这尾款还没付呢，搞砸了，我这怎么给广济堂交代呀？哎呦哎呦！嚯，这药烂成这样，还能吃吗？他刚才说这是要运到广济堂的货，难道这批烂药是广济堂要卖的？怪不得。我说呢，这广济堂最近给咱卖那种烂草药熬成的水，还说是为了造福百姓，合着是用这烂叶子熬出来的草水。亏我们这么相信他，竟然拿这种烂药糊弄人。找他们去，找广济堂的人出来给个说法。李小哥，李郎中，你来看看，这车夫说这烂药是给你们广济堂送的。诸位乡亲，我拿我性命担保，这绝非我广济堂的药材。我广济堂的药材每个月都是由药商供应的，绝不会用如此害人的东西。李郎中，李小哥，你们可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！这就是你们铺子定的，我现在搞砸了，你们还赖账了，这尾款你必须照付。这位大哥，你确定这些药是我们广济堂订的？这都是你们订的，我给你送来了，我可不能白跑腿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们广济堂用的是何种药材？数量多少？单价多少？可有凭据？我那么多货，那么多数目，我哪能记得清楚啊？老板让我运来的，说是广济堂的，我就是个拉货的。行，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的货，那我们得先验验货。卸车吧。哎呀，卸就卸，大家伙都看着呢。耶，这包下面怎么会有张纸呢？坏了，这单子怎么在这儿？今收到赵氏药铺预付定金50两，订购如下药材：紫叶200斤，陈皮150斤，黄芪100斤，合计款项落款赵记药铺赵有才。这位大哥，我看一下。你说这批烂货是我们广济堂订的，可这上面写的分明是赵记药铺呀，而且还专门跑到我们广济堂门口摔了这么一大跤，你要不要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那是不是赵记药铺老板？他鬼鬼祟祟在干嘛呢？赵老板，你是不是需要去衙门走一趟啊？是何人报的官呀？是我报的官。此人运送一车烂草药，栽赃说是我们广济堂的，但从他车上翻出来的写的是赵氏药铺，请官爷明察。订单是我发现的，我也能作证。我们都能作证。人证物证俱全，带走。官爷，官爷，官爷，冤枉啊！是有人有什么话到衙门里再说。走。今天多亏了你们啊！没想到公主竟然和祁家联手了，还用了这么阴险的招数。年年不用谢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还要谢谢小辉，趁他们装车把那张单子塞进了夹层里，要是真让他们得逞，怕是要完了。小意思，这想害年年没门。不好啦，年年，那个车夫和他老板吃一顿饭被毒死了。什么？这是被灭口了，死无对证。公主这是急了，他们接下来肯定会更加的不择手段。年年别担心，有我们盯着呢。我还找了其他伙伴帮忙，有不好的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对呀，年年，你别担心。希望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了吧。
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公主殿下恕罪，公主殿下恕罪，老夫人息怒啊！奴婢也不知道赵有才如此没用啊！进来。禀公主，事已办妥，赵有才二人已除。老夫人啊，事到如今，生气有什么用？我们还是得想一想，接下来该做什么。公主说的是。不如从那贱女人身上下手。公主的意思是偷盗。就说楚燕芷这个贱妇离开祁府时，偷盗了府中贵重珍宝。这口说无凭啊，公主。证据。证据现场做就是。我这侍卫身手矫健今夜便让他潜入那贱人的房内，将这包东西放在他床底，待到第二日，老夫人便可光明正大的带官兵去他院子里搜查。到时神赃并获，证据确凿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还敢狡辩不成？好主意，真是好主意。公主殿下，还是公主殿下思虑周全。太守大人，您可要为老身做主啊！我家传的翡翠镯子被楚燕芷那贱人偷走了，她不满签了和离书，偷到我祁家财物。大人，您一定要搜他的家，帮我找到镯子啊！这是何事？为何为了如此多人？有老虎，太守大人！太守大人，小人昨夜看到有老虎进入院中，院里还传来了虎啸声，然后还看到了老虎跑走的身影。什么？你二人可有受伤？太守大人，妾身昨日因与您二山人采草药，宿在冈山村中，今日方回，尚未入院。幸亏昨夜我和娘没有回来，否则就危险了。可不是，我夜里还听见了有人的惨叫声。哎，楚娘子，你们昨夜不在家，那我听到的惨叫声是谁的？你二人带刀进去，仔细搜查，务必小心。是。
禀大人，院内并无发现猛兽，但是在主卧发现一具黑衣男子尸体，似是被猛虎袭击而死。竟然真的有老虎！怎么每次都要出些意外？太守大人，别管老虎的事了，仔细搜查这个院子，每个角落找到镯子要紧啊！老夫人，眼下出了人命，又是猛兽伤人，此事非同小可。您镯子的事，稍后再议。大人，人命自是大事，可是盗窃御赐之物也是重罪，更何况这可是我祁家的传家宝啊！太守大人，既然老夫人怀疑，那便搜吧。搜过之后，也好还我一个清白。娘，无妨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也罢，来人，搜院。遵命。禀大人，院内所有房屋、床底、箱柜、墙角等处都已搜查完毕，并未发现翡翠、镯子等任何贵重物品。定是被这个小偷偷走了。看他这身装扮，一看就是贼人，说不定就是他潜入院中，偷走了那镯子，结果被虎所杀。大人，快搜搜这个贼人！检查尸体。有发现，禀告大人。定是镯子，快拿过来。这是公主的贴身令牌，此人并非寻常贼人，是公主府侍卫。公主的侍卫，她半夜来楚娘子的院楼干什么？还穿着夜行衣。夜里还穿成这样，肯定不是干好事儿。诸位，城中猛虎伤人，公主侍卫夜访民宅，两件事非同小可。本官要即刻入宫禀明圣上，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。不用了，太守大人。老身忽然想起，那镯子许是我放在哪个角落忘记了，此事不必再查，不必惊动圣上。这就不搜了？刚才不还说是传家宝呢？非要搜吗？就是。嗨，看到一牵扯到公主就怕了呗。这老太太心里啊，肯定有鬼。老夫人，诧异，你的镯子要查，侍卫的事也要查，这关乎着京城的治安。大人，我不必多言，将尸体妥善安置。你二人随我即刻入宫。是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啾啾，昨晚多亏了老虎先生，你要是看见他，记得帮我说一声谢谢。过几天我就带着肉去看他。没问题，老虎能帮上你的忙，他也很高兴呢。小子，事情办妥了。莫风，你是说？按照你说的，我把那灰布包着的镯子塞回黑衣服那家伙睡觉的房间了，
还放在了显眼的位置。做得好，莫风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看那些人不顺眼罢了。他们想用赃物来栽赃我娘，那我们就再把赃物给塞回去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儿臣参见父王，不知父王召见儿臣前来所谓何事？你过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什么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啊，朕也想知道，朕送给你16岁的生辰礼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侍卫的房间？又怎么忽然会变成祁老夫人口中的失窃的传家宝？父王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可以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朕不想听你说。一个未出阁的公主，贴身之物，竟会出现在一个外人的手中，这要是传出去，足够我皇家颜面扫地。幸好那个侍卫死了。什么？怎么会死了呢？你和祁老夫人干的那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，朕暂且不深究。但是玉瑶，你记清楚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今天下午，祁渊就抵京了。什么？不是说还是半月吗？朕接到急报，祁渊思念妻儿心切，把后续事情都交给副将处理，自己则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所以，你就彻底死了心嫁给祁渊的事情，你的婚事，朕自有安排。在你出嫁之前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父皇，您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您的女儿啊，父皇。来人，把公主带走，严加看管。奴才遵旨。父皇，父皇，求你开恩！父皇，我是你的女儿啊！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娘儿，你快看，咱们这玉米长得多喜人，刚有壮实，这果实也沉甸甸的。怪不得小黄刚才那么激动，硬把我从广济堂拉出来，一路跑到了这里。原来是大丰收了。娘娘，你看，好多，香香的。是啊，这明年呀，咱们就有足够的种子分给村民们试种了。太好了，娘，咱们先拉走一些，去集市上卖，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娘娘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闻着甜甜的，跟我们平时吃的谷子不一样。这叫玉米啾啾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常来。要是你能帮我们捉地里的害虫，每个人都可以分到5个玉米棒子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呀好呀，抓虫子我们在行，这就去地里看看。娘娘，你看，土下面有东西在动。你好，我是田鼠，我没有恶意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帮你松松土，然后能不能也分给我一点点？这大冬天的，我想囤一点点粮食。当然可以啊，松土对玉米生长确实有好处。不只是你，如果你的朋友也能来帮忙，等收获了也能分到1个玉米棒子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类。我这就去叫我的朋友，我们一定好好干活。娘，你看，我拿海来小动物帮忙，我们可是独一份儿。是啊，有了这些小帮手，咱们的玉米肯定会越长越好的。楚娘子，楚娘子，年年出事了，
奇缘回来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这不是刚打胜仗的消息刚传出来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认识的一族说，看见祁小将军骑着马飞一样的冲进皇宫了，这会儿应该给皇上再汇报军情了。娘，皇上肯定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，他会不会直接告诉爹我们在哪儿？我们怎么办呀？不怎么办，我们两个已经和离了，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他当他的将军，咱们做咱们的平民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娘儿，都长这么高了，爹想死你了。爹，娘子，贤侄，我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你放开！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咱们两个已经和离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和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谁他娘的准和离啊？你自己去问问你娘。总之，咱们两个已经不是夫妻了。娘儿，你娘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爹，是真的，是祖母逼娘签了和离书，你们真的已经和离了。老子就出去打个仗，怎么一回来老婆孩子都没了？娘子，没关系，就算咱们和离了，我也一定把你追回来。等着，我一定问清楚。随他去吧。娘，回来了，不去沐浴更衣，径直来我这儿，是为了那处事。为何逼燕只签和离书？为何？哼，那个农妇除了一张脸还有什么？粗鄙无知，门不当户不对。离了，对祁家，对你都是好事儿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年儿的娘。妻子？你现在是打了胜仗的将军，胜券正龙。你的妻子须得是配得上你的身份，能助你仕途的人。玉瑶自幼与你相识，一直倾心于你，那才是良配。我对公主并无非分之想。地位、权势、荣耀，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。那个女人，她能给你什么？地位、权势。您当年下嫁给我爹的时候，她也只不过是军中的一个无名小卒。外祖父身为朝廷重臣，您这位千金小姐怎就不嫌她地位？那能一样吗？我这辈子只认燕只一个女人，您同意也罢，不同意也罢，我不久之后自会将她重新迎回祁家。祁月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若执意与那贱妇纠缠，就别认我这个当娘的。楚燕芷，你这个贱女人，害得我与渊儿母子离心，我就不信我除不掉你了。
哎呦，我的药！哎呦，大娘，对不住，我再给您重包一份啊。爹。啊，我在军中也倒些草药敷上啊，我帮你啊。哎呦，祁将军，您还是歇着吧。爹，您要追我娘，您就去岗山村，来广济堂干什么呀？我去了，你娘根本就不见我，她见着我扛着锄头就往玉米地里跑，所以就先想来你这儿看看情况。哎，我儿子真厉害，成了小神医了，真不愧是我儿子。您是不是在我娘那块儿碰钉子了？还真被你小子给说中了，金银首饰、绫罗绸缎，挨个送了个遍，他全给我退回来了。我在院门口待着，他连门都不给我开一下。来，我教你个招。啊！这2天玉米丰收，娘心里光记着玉米呢。您要是把玉米卖出去，卖个好价钱，她肯定开心。这能行吗？保证，保得真真的。好儿子，卖玉米是吧？包在爹身上，我这就去看看到底什么个情况啊！走了。哎，年年，你爹这是又找到新方向了？但愿他这次可不要再帮倒忙了。年年，来，快尝尝，这可是今天刚下的玉米，尝尝。真甜，娘种的玉米真好吃。对了，娘，今天爹有没有去找你啊？去了，别提了。你爹他呀，说是要帮我掰苞米，结果还没掰了一会儿就说热了，又把上衣给脱了，光着膀子在地里面转，还说要我看着他，惹得路边的嫂子都直笑。爹他没说帮你卖玉米？说了。他拉了一板车去军营里面，说军营里那帮小子肯定喜欢。哎，对了，年年，你怎么知道卖玉米的事情？这点儿了，会是谁呢？走，去看看。哟，正吃饭呢，巧了，想着你们母子2人过日子，平日里吃的肯定简单，特意来给你们添个菜。今日我来呀，不是想与你们争吵的。渊儿既然回来了，她的心性我也拗不过。过去的事就算了，都是一家人，闹得太难堪不好。老夫人言重了，我们已经签和离书，可担不起一家人这3个字。哎，不说那些了，来尝尝这个，春日里最嫩的蒿子，用鸡汤煨的，清鲜爽口，你们2个尝尝。还有这酒是府里藏的佳酿，你也尝尝。畜生，你干什么？娘娘，千万别吃，菜里有毒，那个绿菜和酒里都有。
祖母，您这是送来一桌断头饭。都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我儿子一回来你就勾引他，你要是要点脸，我也不会做这么绝，还能给你们母子留条生路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！娘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老夫人，你疯了！既然好话不听，那就别怪我心狠，喂他们吃下去，吃下去就清净了。死狗，走开！娘，住手！娘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渊儿，你怎么突然？爹，祖母她要毒死我们！之前趁娘病重的时候，她就想放火烧死我们，现在又要毒死我们！你胡说什么？那场火就是个意外！我没有胡说，那天晚上我亲耳在门外听到的。祖母说要放火烧死我和娘，所以我和娘才逃出来的。将军饶命！将军饶命！都是老夫人指使的，奴婢不敢违抗啊！娘，年年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他可是你亲孙子！是我安排的又怎样？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你能安心的迎娶公主。你父亲走后，我一个人撑起这个家，你就不能体谅我的不易吗？体谅你为了一个外人就要杀死我的妻子，烧死我的儿子，他们是我的血亲，我的命。唉，娘，您知道吗？前些日子，在祁府做过事的下人的亲属找到了我。找你做什么？他们说，前阵子痘疹流行的时候，你秘密处死了患病的仆役。那又如何？府里出了疫病，难道要等着他传开，害死所有人吗？是他自己命不好。那些和他接触过未患病的仆役，你也处死了。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为了几个低贱的下人的命，要赌上整个祁府的安危吗？要赌上整个祁府的安危吗？好，既然娘觉得自己没错，那正好，那些苦主正打算联名将此事告上官府，要为枉死之人讨一个说法。娘，那儿子就不插手了。您方才那番道理，去同府尹讲吧。女儿，小黄过来。秦月，你给我回来！是要不管你亲娘的死活了吗？你们也觉得是我做错了吗？啊！说话呀！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整个祁家。爹，这个宅子好漂亮啊！这是圣上这次赏赐下来的宅子，你们可以先在这里住下。不必了，我们两个已经合理，而且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住处。多谢将军好意。胭脂，就让我补偿补偿你们吧。我知道我在外打仗这些年，让你们在府里受了很多委屈。我压根儿就不想和你，也不想娶什么公主，更没想过要和你分开。媳妇儿，我真不想跟你和离，
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就几天，我一定把娘那边的事情处理好，给你和年年一个交代，好吗？对了，爹，你今天不是拉了一袋玉米去军营了吗？怎么样？这些兵哥哥们喜欢吃吗？对，是拉了一袋玉米去军营啊。他们在吃玉米，吃的可开心了，在军营里可是大受欢迎，吃了比粒米饭还得劲儿呢。而且军需官吃了之后，当即就拍板说还要订1000斤呢。1000斤，这么多？那玉米当真这么受欢迎？真的，谁吃谁夸。而且我打算把此事禀于圣上呢。圣上，胭脂，你明天就随我去进宫面见皇上吧。这个玉米的事情，你最是清楚，而且你来向圣上说明，最合适不过。娘，您就去吧，有圣上肯定，这玉米一定能卖出好价钱的。不过神山脚下的玉米有限，明年大家一起种，一定能种出更多玉米的。好，我去。好，那我们仨明天一起进宫面见皇上。此物口感饱满，自带清甜，很是奇妙。祁元，你说此物叫玉米？回陛下，正是。那是谁发现的？回皇上，是草民在山上采药，意外发现，让娘亲试种成功。厨师，你来说说这玉米。启禀陛下，这玉米易种植，且生长周期短，并且这玉米粒本身便是种子，可年年留种耕种，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不仅口感好，而且饱腹感很强。民妇暂时在神山脚下种了一批出来，按道理来讲，每年的夏季便可大批量收获玉米。此玉米若能推广，于国于民都是大利。此玉米值得一试，留上种子，来年多多种植。就按市场价收购，钱就从朕的内帑支出。祁元，此事由你协同处置督办。臣遵旨，谢陛下隆恩。但愿此物能成为我朝百姓的又一富民之基。此事你们就赶快去督办吧。好，谢陛下隆恩。新鲜玉米5文1根，5文1根，皇上吃了都说好，5文1根，玉米5文1根，5文1根。是玉米，又香又甜，饱腹顶饿。上次在广济堂尝了一小块，这个真好吃啊！再给我来5根。给我来3根，我待会给我娘尝尝。行，给我也来上2根吧。好，拿好啊！好，来。小兄弟，你这玉米可还有存货？我想预定1000斤，价格呀好说。叔叔实在对不起，我们只剩这些了，明年收获了再来吧。好，下一茬玉米啊，我全收了，价格翻倍，如何？等下一场丰收了，一定先联系您。那这半筐卖给我。好的，总共10个玉米，一共50文。来，不用找了。来，新的玉米出来一定要联系我啊。好嘞，慢走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天的玉米卖完了，想要的明天再来吧。看来以后玉米也得限购了。厨娘子年小个，俺算了3遍，这一早上赚的钱比俺往年种地2、3个月赚的还多，这玉米真是金哥的呀。何止啊！我回去就跟俺爹商量，把后院的旱地全给翻了，都种上玉米。厨娘子、年年，你们真是咱岗山村的福星啊！
这玉米就是俺的救星，终于能盖新房了。快别这么说，这明年咱们大家伙都把玉米给种上，日子呀肯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对，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越赚越多，以后咱岗山村就叫玉米村，让其他村都羡慕去。年年，好消息，天大好消息！你祖母因虐杀下人、勾结公主、陷害你们等事被查明，皇帝下旨他被夺诰命，禁足佛堂，此生不得出府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！娘，太好了，我们以后终于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是啊，年年，咱们娘俩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。好日子到了，我们岗山村的好日子到了。祁年，楚燕芷上前听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童子祁年于疫情肆虐期间，不辞劳苦采药制药，惠济万民，救人无数。民女楚燕芷引众新粮献于朝廷，历在千秋，着赏赐如下。御赐中济惠民金匾一道，悬于广济堂，以彰其德。另赏黄金1000两，京郊良田百顷，府邸一座，以酬其劳。特封祁年为御前医童，赐其出入宫禁之权，可随侍太医学习。准其入宫议事，授楚燕芷为农事女官，各州府农官，须协助其试种玉米，广布天下，以丰国库，以保万民。钦此。草民皆旨，谢皇上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望尔等不负朕望，继续秉持初心，造福百姓，平身吧。谨遵圣谕。娘，爹说给你准备了惊喜。这是燕芷，希望你喜欢。这是昨晚我和年年去后山摘的。娘，爹可卖力了，还差点从山坡上滚下来呢。哇哇哇哦！哇哇哇哦！哇哇哇哦！谢谢你啊，小黄。哇哇哇！燕芷，过去是我混蛋，没能保护好你们，我不敢奢求你立刻原谅我，但我求你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嫁给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和年年受到任何人的伤害，我会做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。哟，看来这来的正是时候啊，赶上了一出好戏，免了免了。这本来是要给你二人下旨成婚的，可是祁爱卿死活不让，说他要凭自己的本事把媳妇儿给追回来。如今看来，祁爱卿是得偿所愿了。陛下见笑了，臣只是让他知道我的心意与圣旨无关。民妇谢陛下关怀。免了。朕看到你们一家人团聚，甚是欣慰。朕愿你们一家人往后和和美美，共享天伦，永不长受分离之苦。哈哈哈哈！谢陛下吉言。谢陛下吉言。我们一家果如圣上所言，和和美美，平平安安的，
度过了这平凡又精彩的一生。